中国的崛起对全球战略格局的冲击，制度优势与发展理念的吸引力，可能会比军事力量的强大更直接。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天少。近日，金砖五国领导人视频峰会落幕，随后 G7 集团峰会举行。如果说 G7 代表的是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秩序，那么金砖五国峰会代表的是新兴经济体所要的国际秩序。金砖五国与 G7 并不是对立关系，但是因为代表着不同的阵营利益，双方有点互别苗头的意思。金砖国家在这次峰会上释放出了进一步扩容的消息，伊朗和阿根廷随后申请加入。其实巴基斯坦也想加入。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金砖国家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选择了一致，这本身就让 G7 集团不舒服。印度仍然低价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的石油、煤炭。巴西与南非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投票中弃权。中国与俄罗斯保持战略互信，都在冲击着西方的价值观体系。在这次峰会上，中国对西方搞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扩张军事联盟的做法表达了不满，同时强调把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终将损人害己。中国提醒西方不要采取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与金融武器化，那么搞不但会反噬西方国家，同时也会危害全球的经济发展。如果结合北约和 G7 的声明，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国家正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金砖峰会这次发表了北京宣言，对未来世界秩序表达了共同的看法，重申主要发达国家应该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避免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冲击，要求和平解决俄乌冲突、伊核问题和朝核问题等等。还提出了金砖国家扩员的进程。伊朗和阿根廷随后宣布申请加入，这意味着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组织将在未来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之后，中国又举办了全球发展高层对话，共有18个国家参加，表达了中国大陆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动全球永续发展的决心不变。要注意，这18国家都是非西方国家。有人说过，现在的金砖国家中，只有中国是金子，其他都是砖头。而中国显然并没有抛弃自己发展过程中的伙伴，还要拉更多的国家一起发展。18个国家都亲近中国，反而证明了中国发展成功的经验，也就是中国模式对越来越多的国家有吸引力。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美国视为后院的南美洲，左翼领导人上位的情况是越来越多。如果算上法国国会大选左翼政党的反攻，欧洲多个国家的左翼政党执政，西方甚至认为整个世界都出现了左派抬头的趋势。左翼政党在很大范围内的崛起，其实与中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输出革命。但是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发展成功之后，其他国家就会认为西方体制不是唯一能够发展成功的标准。有些国家内部就出现了选择不同发展道路的趋势。也就是说，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另外一个成果是全球战略格局加速多极化，而中国的制度优势与全球发展理念的吸引力，要比美国军事霸权的影响力还要大。现在，美国把中国定义为主要的竞争对手，欧洲也要把中国定性为制度性的竞争对手，北约把中国定性为系统性挑战。中国从来不挑衅任何势力，但为何让那些西方国家感到紧张呢？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中国成功的挑战了西方社会制度的优越感，而且给了全世界一个不同的成功示范。其后果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自己不同的发展道路，可能他们会加入“一带一路”，而不再是紧抱美国的大腿。说到底，
中美之间的竞争就是社会制度和发展理念的竞争，而这样的趋势对美国而言，他们会感到越来越焦虑。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